Pi Network 在加密经济里6年多的时间，还在活着，我只能说它是一个神奇了。您认为呢？只能说它玩得太高级了，从支付动作到智能中枢，很多人真的都看不懂。AI 与加密支付的深度融合，真的要颠覆一切了。现在什么加密时代？先锋们，您真的知道吗？ Pi Network 的先锋们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在悄悄发生？过去我们提起支付，想到的可能是扫码、刷卡、网银、打款这些动作，但现在支付已经不再只是支付，它正悄悄演变成一个能思考、能决策、能自主执行的智能中枢。而把这场变革推向深水区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 AI 和区块链的联手出击。更准确地说，是 AI 加加密支付的组合，正在重塑我们对支付这个词最原始的理解。如果说过去的支付系统是一个静态的转账管道，那么今天它正成为一个具备反馈逻辑、动态响应、实时执行能力的 AI 经济体中枢。而在这个新体系里， Pi Network 所探索的无许可、安全、全球化的加密支付路径，也许正好踩中了这个时代浪潮的节拍点。AI 加加密支付究竟重构了什么？为什么说 AI 与加密支付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拼搭，而是一次范式级别的底层重塑？我们得先从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说起， AI 想要真正落地，不是靠回答问题，而是靠执行动作。 Agent 模型再聪明，如果不能自主发起交易、签署合约、支付费用，那它的智能永远停留在模拟阶段。而支付恰恰就是 AI 从建议者变成行动者的分水岭。这时候，加密支付就像是为 AI 打通的最后1公里通道。它不依赖银行，不受地理限制，还支持编程执行和智能合约。这些功能让 AI 可以像人一样拥有钱包、转账权限、付款能力，甚至能自主决定何时、为何向谁发起支付。而传统支付体系的中心化结构，天然就是 AI Agent 无法跨越的壁垒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大模型正在为你规划行程，选好酒店后，却因为没有权限付款而卡壳。这时候，如果它能直接调用链上资产执行转账，那整个服务体验才算闭环。更关键的是，每一笔链上交易不仅是动作执行，更是一组高质量的数据样本。AI 可以根据这些交易数据持续调整策略，优化推荐，学习用户偏好。也就是说，加密支付不仅是通道，更是反馈源，是让 AI 能越用越聪明的训练机制。在 Pi Network 的设计逻辑中，其点对点价值传输模型也正具备这种开放性和编程性，这就为未来构建 AI 可调用的支付网络提供了先天优势。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 Pi 上的 AI 工具可以帮你自动结算服务、支付租赁，甚至规划理财策略，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：授权代理。融合原理与真实案例，一步步揭开智能支付的全貌。我们不妨把这场智能支付革命拆得更细一点，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又有哪些项目已经悄悄跑通了这条路？ Crossmint 乘 Boba Gas， 支付动作变成了用户激励的神经网络。先从一个看起来最不像区块链的例子说起，美国的奶茶品牌 Boba Gas， 它跟加密圈的关系，乍一看毫无关联，但正是在这家门店里，一种 AI 驱动加链上执行的支付方式正悄悄发生。他们和 Web3 支付基础设施平台 Crossmint 合作，给每个下单用户自动创建非托管钱包，所有消费行为都记录在链上。听起来还是支付，但 AI 接入之后，这事儿就变得高能了。AI 系统会实时分析用户的购买频次、口味喜好、到店时间，动态调整积分策略，甚至会自动推送专属优惠，判断你是忠实粉还是快流失的顾客。3个月内，这套系统吸引了超15000名会员，忠诚用户访问频率暴涨 244%， 消费金额比普通用户高出 3.5 倍。这还不是全部，这里的支付早就
不只是交易完成，而是行为分析、个性激励、循环触发的核心环节。简言之，支付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起点。这模式对 Pi Network 生态建设启示极大。未来 Pi 应用商城里的 Deb 如果内嵌 AI 分析与支付推荐机制，那就不再是你点我执行的互动关系，而是 AI 懂你， Pi 帮你。EM 为 AI 打造的原生支付操作系统。再看底层一些， EM 是一个原生的支付协议，它不是给人用的，而是给 AI 代理用的。这个项目非常激进，它试图让每一个 AI 都可以拥有资产权限、自主决策、链上操作的能力。设想一下，你对 AI 说，帮我订张今晚去新加坡的机票， Agent 会解析语义，查询航班，比较价格，调用钱包，完成支付，确认邮件。这整条链路 EM 能用智能合约自动串联起来。更厉害的是，它不仅支持一个 AI 干到底，还能多个 Agent 分工协作，一个找信息，一个处理支付，两个 AI 代理之间还可以通过链上完成价值交换。是不是像极了一个小型的机器经济体？目前 EM 已经在越南一些线下场景落地，包括电商、便利店、生活缴费等，并且支持多链操作 BNB、Solana、TON 等。这代表它不仅能跑通技术流程，也有走向大规模商用的能力。对 Pi Network 来说，如果未来 Pi Chain 上也能出现类似的 Agent-to-Agent 交易协议，那就意味着整个 Pi 支付体系不仅支持人发起交易，也支持 AI 自动结算，这才是真正的智能网络中枢。Gaia Network 加 MoonPay 从法币入口打通 AI 代理全路径。另一个关键痛点， AI 再强也需要买币才能干活吧？传统用户哪知道钱包、Gas、密钥管理这一堆麻烦事？解决这个门槛的是 Gaia Network 和 MoonPay 的组合。简单说， Gaia 是专门为 AI 构建的去中心化平台，而 MoonPay 是全球最大的加密支付网关，两者结合实现了一个超级闭环。用户只需对 AI 说帮我买100美元 AI 就能自动调用 MoonPay 的 API 完成法币兑换、加密支付、资产分发全过程，全程无感操作，用户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一笔链上交易。更妙的是，这种模型可以复制到任何链、任何应用里。AI 帮你在 Pi Network 上买服务、投票、解锁功能、执行合约，全程你只需授权一次，后续全由 Agent 自动执行。这不仅解决了新手入门门槛，也让 AI 支付真正变成了一种现实能力，而不再只是一个概念。这条路难吗？难，但方向正确。当然，现实没那么简单， AI 加加密支付的融合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。首先是技术挑战， AI 要求低延迟、高频响应，而链上支付原本就是慢的。现在的跨链桥、安全机制、钱包权限管理还远未成熟，要支撑 Agent 自主支付，需要从底层协议设计开始革新。其次是监管问题， AI 自主发起支付行为，会不会构成影子银行？如果支付出错，责任是谁的？ AI 还是开发者？美国的 SEC、中国的跨境数据审查、欧洲 MiCA 法规都可能成为这条路上的高墙。还有个最大的问题，用户教育。即便技术再先进，如果用户不理解、不信任、不会用，这个体系就跑不起来。特别是当 AI 触发的交易涉及真实资产损失时，用户第一反应很可能是这谁负责？所以，未来的产品必须实现用户无感知的体验，就像 Pi Network 一直强调的极简式使用，不能让钱包门槛成为挡在大多数人前面的障碍。未来5年，这场变革会怎么展开？尽管挑战多，但趋势已经不可逆转。我们可以清晰看到3大方向正在快速成型。1、场景细分化，小额高频是主战场。未来 AI 加 Crypto 支付最先爆发的不会是大额清算，而是游戏道具购买、短视频打赏、线下会员激励、内容订阅等微交易场景。
这些领域对效率、互动性要求高，对链上技术反感低，极有可能成为技术落地的试验田。Pi Network 的 PiFast 就是一个典型试点。未来，如果加入 AI 自动打折策略、推荐优惠、动态信用评分等功能，那 Pi 的支付体验将从工具变成策略系统。2、底层标准化 ，AI 与支付的开发门槛大降。目前各家项目自建 API、自定钱包逻辑极度割裂，未来一定会出现统一 SDK、模块化接入框架，就像 Stripe 那样，让开发者能一键集成 AI 支付能力。这对 Pi Network 生态也极为重要。官方可以推动 Pi Wallet 的 SDK 标准化，打造 Pi Agent 接入工具包，让每一个开发者都能把 AI 支付功能快速接入自己的 dApp。3、AI 将成为合规的第一道防线，监管不会缺席，合规是关键。但聪明的做法不是绕开监管，而是用 AI 去帮助合规。未来 Agent 不仅能识别欺诈交易、洗钱路径，还能自动生成税务报表、风险评级，这将极大降低平台运营负担。当 AI 成为主动合规者，它也许会成为推动全球金融技术进化的助推剂。支付不是动作，而是智能权利的再分配。说到底，这一切的核心不在支付2个字上，而在于它背后的控制权。在传统体系里，支付权限是平台给的，你能不能转账、限额多少、路由怎么走，全部由平台决定。而 AI 加 Crypto 的世界里，权限被还给了用户，通过代理系统，你可以自由设定、授权、监督，这意味着支付主权的真正回归。这是一场深刻的秩序重塑，它不仅关乎技术升级，更关乎人与系统之间的关系重构。Pi Network 所坚持的用户主权、开放网络、可组合生态，与这场浪潮不谋而合。在这个智能代理时代，谁定义了支付的边界，谁就掌握了价值互联网的钥匙。未来不是平台说了算，而是你和你的 Agent 一起定义属于自己的经济网络。